有没有发现，如今的上海正慢慢变成一座表面光鲜、内里破碎的城市？新闻报道里的数字亮眼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 GDP 增长 5.1%， 比去年还高了 0.1个百分点。听起来是不是挺让人欣慰的？但走在街头，看到的却是关门的店铺、冷清的地铁、写字楼里空荡荡的格子间，还有那些一边刷手机一边默默发呆的人脸。有人说经济好了，可身边失业的越来越多，降薪的比比皆是。工作不再稳定，收入缩水，连去商场都开始精打细算。一位在街头卖面的小哥，10几年前进城打工，后来自己创业，开了3家小面馆。那时候的川沙镇人潮涌动，一条街能挤满人。他说，那会儿节假日商场人挤人，排队都排不到头。可是现在人流没了，生意淡了，就连饭点都冷冷清清。他讲的直白，现在开店就是勉强维持。疫情之后，他的几家店接连关了，只剩下1家勉强活着。他亲眼看到整条街上的店铺一个个熄了灯，甚至房东都租不出去房子。曾经那些聚集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寓，如今成了空壳楼。以前房子抢手得很，现在3个月都租不出去1间。这不是错觉。根据2024年公布的官方数据，上海常住人口降到了2480.26万人，一年少了7.2万。其中最惊人的是外来人口骤降23万人，直接跌破1000万，仅剩983.49万人。一口气砍掉这么多，创下历史新低。他分析得很清楚，人都走了。2018年以后，城市整治风暴来袭，违建一拆，小工厂没了，城中村空了，那些为了生活而留下的打工人也跟着流失了。回老家，去别的城市，他们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也做不了技术活，只能悄然离开。人没了，市场就散了。过去还能靠点人气撑住的店铺，现在只能靠老顾客感情消费。那些曾经带着孩子来的家长，现在不是没了工作，就是举家离开上海。有个孩子从小学一直吃到高中毕业，成为店里少见的坚持，但更多人已经消失。上海某高校发布的消费者信心调查数据显示，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上涨 10.5 点，同比上涨 6.5 点。看起来很振奋，可真有人信了，反而一脚踩进深渊。有人曾是上海的体面人，拿着不错的工资，有房贷有梦想。疫情之前买了房，贷款近200万，每个月房贷1万多。疫情风控刚开始，又听信利好消息，投了家餐饮店，还从网络平台借了小贷，想着熬过去就好。但2022年的风控让一切坍塌，债要还，房贷要供，收入没了，日子向悬崖边走钢丝。最可怕的是，风控一结束，他又信了经济要反弹的宣传，开始报复性消费，结果不是反弹，是掉坑。到2025年，他已经彻底破产，身上没钱，债务缠身，才发现身边像他这样的人不止1个2个。现实就是这样残酷，在下行的大背景下，谁都难独善其身。街头不再喧嚣，饭店不再排队，餐饮业的处境变得无比艰难。哪怕再怎么延长营业时间，从晚上10点撑到半夜12点，顾客还是寥寥无几。那些靠着老顾客支撑的小店，也不知道能撑多久。就连外卖也变成了压垮实体店的稻草。平台一刀下去，利润全没了。扣点、补贴、满减，算下来到手的还不够本。堂食没人，外卖被刮，餐饮行业仿佛进了死胡同。10家店，8家在硬撑，剩下的2家可能正在转让。没有人再相信所谓复苏，因为真实的体感告诉大家熬不下去了。看着地铁空空荡荡，看着高楼写字间贴着招租，
看着一条条街变得毫无生气，谁还敢相信经济真的在好转？新闻里说的增长，报表上写的数字，和这座城市的体感是两个世界。一线城市的心跳越来越微弱，繁华是装出来的，而冰冷是活生生的现实。那些被掩盖的惨烈、沉默的挣扎、正在消失的人群，才是真正的上海。城市的情绪总是先从年轻人身上体现出来。曾经引以为傲的魔都，如今却成了逃离的对象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悄无声息地收拾行李，离开了这个耗尽他们力气、掏空他们钱包的地方。他们不想吵，不想闹，只是静静地走，把曾经的理想留在黄浦江边，把失望带回自己的小县城。数据不会说谎。2025年上半年，上海的青年人口流出率高达 17.6%， 高居全国前列。这些人曾是城市的活力与希望，如今却用脚投票，离开了曾经的梦想之地。有人说，离开是因为工资太低，物价太高；也有人说，是因为职场天花板越来越低，岗位越来越不稳定，卷得人喘不过气。一位从事程序开发的白领这样说过，工资看起来还行，但扣完五险一金，加上房租、水电、吃饭，几乎所剩无几，辛苦熬一天，也不过是在原地踏步。他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说的人，周围不少朋友也在考虑搬去杭州、成都，甚至是回老家。收入虽然变少了，但生活的重压至少缓了一点。不只是年轻人，中年人的危机更沉重。那些本以为熬过35岁就稳了的人，才是真正从半山腰滚下去的主角。企业优化、岗位调整、业务外包，曾经光鲜的中产，一夜之间被挂上了被优化的标签。他们以为自己还能挺几年，结果连喘气的机会都没了。一个在营销行业摸爬滚打了10多年的中层说过，公司告诉他成本太高，要换成便宜的新人。他有房贷，有孩子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但这一切在那封裁员通知面前毫无意义。这不是孤立，而是整个城市对中年人的集体抛弃。城市的消费也在悄悄改变。过去，上海人是全国最愿意消费的群体，高端商场、网红餐厅、进口食品应有尽有。如今，就连高端超市都开始打折清仓，商圈人流冷淡，餐饮店铺关闭率不断上升。消费数据揭示的是一个全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代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2.4%， 看起来还算乐观，但实际消费支出却同比下降 4.7%。 换句话说，口袋的钱少了，花钱更谨慎了。外表精致的城市，背后却是普遍的紧张与保守。住房市场更是进入冰冻期，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下滑 42.7%， 新盘滞销，开发商使出浑身解数，送车位、送装修、送物业费，只求有人肯接盘。即使是这样，买家依然在观望，挂牌价格一降再降，仍然无人问津。曾经引以为傲的黄金地段，如今也不得不面对有价无市的窘境。有人在2021年高位买入一套市中心的房子，3年后想卖，结果挂牌半年无人过问，降价50万也没能脱手。他苦笑着说，自己就是那个站岗的人。他们不是唯一的牺牲者，而是成千上万被所谓资产保值神话绑架的人。在城市管理者眼里，上海还是那个国际化都市，是经济发动机，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。但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里，它成了一个逐渐失去温度的容器。就业机会减少，生活成本高企，社会资源挤压，每一项指标的变化背后，都是一场现实与幻觉的碰撞。各类报告仍在吹捧城市魅力、国际竞争力、数字化建设，但真实的民生景象
已经不再允许用漂亮的数据来掩盖。吸引力下降，迁出率上升，青年不愿留下，这些才是真正的警讯。表面的光鲜终将褪去，真正决定城市未来的，从来不是 GDP 数据上的小数点，而是那一双双疲惫的眼睛，那一个个消失的身影。当房子租不出去，工作找不到，消费支撑不住，所谓的国际大都会也不过是空壳一座。谁该为这场集体坠落负责？那些高举增长大旗却闭口不谈底层崩溃的人，那些鼓吹报复性消费却不肯承认危机全面爆发的人，那些用虚假信心掩盖真实含义的人，都应该感到羞耻。这场梦醒的代价正在一寸寸被吞噬的生活里体现。每一个搬离上海的年轻人，每一个被优化的中年人，每一个撑不下去的餐馆老板，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。不必再等全面复苏的奇迹了，因为当人群散去，信心崩塌，城市哑火，一切繁华都只是幻觉。那些被掩盖的破败，才是真相最真实的部分。